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 POTY。今天我们来玩酸雨战争大和阵营的赤鸭中队里的群像载具，他们分别是赤鸭竹青、赤鸭伞兵、赤鸭防化浪人、赤鬼武士庆次以及赤鸭温德12式可变载具。赤鸭竹青隶属的赤鸭中队前身是海保自护队的一个空军团，在引潮行动后正式改组成专责处理极端主义恐怖袭击的特殊急袭部队。赤鸭中队仅受内阁调遣，如果得到第二国的同意，他也可以被派遣到他国执行任务。但是赤鸭中队成员不具备士兵的合法地位，他们不能去执行与战争有关的任务。在太平洋储运的保护下，极端势力只能暗中潜伏，突然袭击，企图从内部扰乱政权。为了应对这些袭击，赤鸭中队就是从海保自护队下属的空军团改编而成的特殊急袭部队。因此，赤鸭伞兵是赤鸭中队最初始的兵种，后期招募了许多成员都是来自古武道忍术流派，应对突发事件。赤鸭伞兵以最快速的方式，最先空降投入作战，为后续解决危机打开局面。大和格雷区在酸雨、核爆辐射和火山爆发三重污染下，其污染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为矿产开发而在其附近聚集了一系列产业，同时也是恐怖分子藏匿的绝佳避难所，因此这些区域也是犯罪重灾区。这些地方发生的紧急特殊事件，或是涉及使用生化及辐射性武器的敌人，就要交由配备了防御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装备的赤鸭防化浪人处理。尽管有专业的特殊装备，但在作战中，哪怕造成了微小的破损，成员也将九死一生。受到振兴大和号召的武士们要加入前会进行仪式，切断与家人与氏族的联系，告别以前的生活。他们知道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相信武士精神会在他们死后重生。赤鬼武士庆次是大和特殊急袭部队赤鸭的指挥官之一，他是古武道一刀流大师，同时也是弓马武术留底马高手，优秀的温德轻型新克罗机甲驾驶员。在引潮行动中，劫持太平洋主运高层人物作为人质的恐怖分子并没有打算活着离开，他们的阴谋是将房间充满瓦斯，与攻进来的人同归于尽，制造恐慌，并让太平洋主运追究大和政府的鲁莽行事，以此让双方的关系产生嫌隙。临危受命的庆次早有觉察，仅率领5人小队突破重围，救出太平洋主运高层，并毫发无伤。其中一名被解救的太平洋主运高层，其家族原本与庆次家是世交，但在庆次家日渐没落后，几乎没有了联系。这一次事件后，他们看到了庆次的能力，相信他们家族的命运将会改变，决定对其大力扶持。赤鸭温德12式是配备给大和特殊急袭部队赤鸭中队使用的轻型战斗新克罗机甲，由广岛重工与太平洋储运联合研发制造。太平洋储运通过其全球运输网络与大国进行贸易，获取了来自欧罗巴的先进技术和组件，甚至能够得到雅各斯和奥曼加的上一代技术蓝图。广岛重工再根据军方要求研究并设计制造出适合向导作战并且能够高速追击的 SA 温德，其体感控制系统通过数十种传感器组成的运动感应模组，使 SA 行动更加精准灵敏。这不仅仅需要驾驶员长期的艰苦训练，也非常考验驾驶员的体力。
中烟之战后，大和共和国为提倡不再有战争，仅保留少量本土防务部队协助维持国内治安，一切来自境外的威胁或武装冲突均交由黑水公司负责处理。由于灰色夏季地壳运动和火山喷发将地幔中富含黄金的物质带出，形成了大量新的金矿，这使得大和变成了黄金之国。不同于雅各斯或者奥曼加帝国的单位，赤牙部队给我最直接的体验是日本战国时代步兵元素与酸雨世界的融合感。竹青、让人、武士都沿用了古典的命名，搭配的是大和共和国尖端武装，步枪、打刀、伞包则匹配跳帮射击白刃，斩首行动一气呵成，结合可变形高速作战的载具，赤牙部队整体呈现出的作战理念依旧是以少胜多，打带跑。赤牙部队素体包裹在日式甲胄与战术背包之中，即便军用口袋装满手雷匕首，素体的关节表现却能够保持系列最新可动水准。部队最大亮点是头盔面罩的脱卸玩法，无论是面具还是头罩，组装逻辑合理，乐趣翻倍。可以看出这点设计对他们家6寸产品影响深远，加上令人满足的招牌旧化涂装，我都担心用力把玩会剥落掉漆。配件方面，兵人拥有主副热武器、手雷、匕首、打刀、背包，丰富多彩。我强烈感受到本系列受到海之宝特种部队 G.I. Joe 机密档案6寸系列启发很大，最直接证明就是背包可以收纳武装配件、上身入包 All Gear Up。尤其赤鬼武是沁刺的冷热武器配置，特别像 Snake Eye 蛇眼的既视感。酸雨战争以 3.75 寸商品实现这点，值得称赞。最后一说，载具赤压温德12式是典型的酸雨变形机构，从3轮仰卧搭成的战车到变形起立、四肢扩张的机械人形，战斗风格在迅猛冲刺与立体席卷2种模式的随意切换，破坏力随着驾驶者的意志收放自如。虽然外观看起来防御力不足，然而对于追求速度的赤鬼武士来说，打不中就没有意义。我个人来看，赤牙温德12式人形外观跟战锤 40K 载具婴儿车颇为相似。
寸量赤鸭部队身高，冰人头顶大约4寸半左右，赤鸭温德12是人形，头顶天线抵达9寸。请路径上师群像一同身形对比。总结而言，相较于前几期酸雨战争、雅阁斯与傲慢加的产品体验，全新势力把玩，体感差异较大。扎实的素体、乐趣的头罩、多彩的武装、迷人的载具，甚至还有一间皮草的点缀，欢快满足。赤鸭部队哪怕单位不多，4人1车的小队也能畅玩许久，正反馈溢出，值得拥有。酸雨战争、大和共和国商品不多，属于比较容易玩坑的阵营。我抽空去把该阵营的英雄人物收齐，未来多阵营欢乐对战。PolySub 是当探索玩具乐趣的体验型节目。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下期见。广岛重工 Hiroshima。 广岛重工是二战后为了加快重建广岛的步伐而成立的私人企业。因为广岛的重建工作困难重重，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为了加快重建工程，广岛重工通过美国的中间商购入工程诺荣